白鹿离开欢娱，于正一句来去自由。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娱乐圈最体面的告别？娱乐圈每天都有新的热搜，有人塌房，有人翻红，有人官宣恋情，也有人结束合作。但真正让我停下来认真看完整件事的，却是白鹿离开欢娱影视，以及于正说出的那一句：“他来去自由，不影响我爱他。”双引号。短短10几个字，没有控诉，没有算账，没有阴阳怪气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我忽然觉得，这可能是近几年娱乐圈最成熟、最体面的解约事件之一。当然，它不仅仅是一场经纪约结束那么简单。在我看来，它更像是一段持续10年的共同成长，也像成年人之间最好的告别方式。10年，不只是合同，更是一段共同成长。很多人只知道白鹿是如今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演员，却容易忘记她18岁进入欢娱的时候，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代表作，没有流量，没有奖项，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演员都算不上。那个时候，于正看中了她身上的镜头感，也愿意把资源不断往她身上倾斜。有人说这是资本选择，我不否认。娱乐圈从来不是慈善机构，任何老板培养新人，本质都是投资。可是投资之后还能坚持10年，并不是每家公司都能做到。从凤求凰的配角，到招摇的第一次爆红，再到烈火军校办事蜜糖办事商、周生如故、长月烬明、宁安如梦、北上等作品，白鹿一步一步完成了自己的成长。这一路，他当然享受到了欢娱提供的平台，但同样，他也用自己的努力，让欢娱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。很多人喜欢把艺人与公司简单理解成谁成就谁，其实我一直觉得，这种关系更像一场合作，平台给机会，演员靠实力，两者缺一不可。所以今天回头再看这10年，我更愿意用一句话来总结：不是谁单方面成就了谁，而是彼此成全。于正真的舍得吗？如果说完全舍得，我其实是不相信的。任何老板培养10年的艺人离开，都不可能毫无波澜。尤其是白鹿，她不仅是欢娱目前最有商业价值的演员之一，更是于正亲手培养出来的代表人物。有人调侃，于正最喜欢说这是我家的孩子。这一次，他依旧这样形容白鹿。他说，像女儿一样带大的孩子。有人觉得这是营销，也有人觉得是真情流露。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，因为真正的情绪其实藏在后面那一句：来去自由。双引号。成年人最难做到的，不是拥有，而是放手。很多老板喜欢强调，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你。很多恋人也喜欢说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。可是，这些话一旦说出口，本质上就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绑架。真正成熟的人反而不会，他知道成长意味着分别，就像父母终究要送孩子离开家，优秀的老师也不会希望学生永远停留在自己的课堂。如果白鹿今天已经拥有独立发展的能力，那么离开也许就是成长本身。为什么越来越多艺人选择离开老东家？其实，这不仅仅发生在白鹿身上。这些年，娱乐圈越来越多成熟演员都会在事业进入稳定期后，重新调整自己的合作模式。原因并不复杂。第一，是资源需要升级。新人时期，公司能够提供机会；到了成熟阶段，演员反而需要更多元的平台。影视、综艺、商务、国际合作，这些资源未必一家经纪公司全部能够覆盖。第二，是个人品牌已经建立。过去，公司需要替艺人寻找工作，如今，
很多项目反而主动找到艺人。此时，经纪公司的角色自然发生变化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演员终究需要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，因为真正决定演员生命力的，不再只是曝光，而是作品。这一点，我认为也是白鹿如今最需要面对的新课题。离开欢娱，意味着机会，也意味着风险。很多网友已经开始畅想，有人认为白鹿未来会拥有更多高质量剧本，也有人期待他能够冲击电影圈，甚至还有人猜测他未来可能成立个人工作室，这些都有可能。但是，我想提醒一句，离开平台从来都不是只有好处。过去，公司承担了很多幕后工作，商务谈判、项目筛选、危机公关、舆论管理，这些事情以后都需要新的团队重新磨合。娱乐圈里并不是所有离开老东家的艺人都能迎来第二春，有人因此更上一层楼，也有人开始资源下滑。区别就在于新的团队是否足够专业，演员本人是否能够持续输出优秀作品。所以对白鹿而言，这其实也是一次新的考试。我最佩服的其实不是解约，而是没有互撕。娱乐圈最难看的是什么？不是分开，而是分开之后互相揭短。过去几年，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案例，解约声明刚发，律师函马上跟上，双方粉丝互骂，媒体不断爆料，曾经所有美好的合作都变成了彼此攻击的武器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所以，当我看到白鹿和于正彼此送上祝福的时候，我反而觉得格外珍贵。真正有格局的人，不需要踩着别人证明自己；真正成功的人，也不会否定过去，因为过去本来就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。心理学专家怎么看这种关系？不少组织心理学研究认为，健康的合作关系通常具备3个阶段：建立信任、共同成长、独立发展。如果双方始终停留在依赖阶段，那么关系最终很容易失衡。而当双方都能够接受彼此成长之后的新定位，这段关系反而能够延续得更长久。心理咨询领域也有类似观点。真正成熟的人际关系，并不是永久绑定，而是在需要的时候同行，在不同阶段允许彼此拥有新的选择。这种关系看似结束，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。换句话说，好的结束也是另一种新的开始。网友评论却出现了两极分化。当然，互联网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。支持派认为，和平解约才是真正的双赢。双引号，于正终于展现了老板该有的格局。双引号，白鹿终于可以拥有更多选择。双引号，还有人留言，10年没有互撕，已经赢过娱乐圈99%的解约案例。双引号，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，有人认为于正本身就擅长制造话题，因此来去自由可能也是一次成功的公关表达。还有网友表示，真正决定未来的不是一句祝福，而是白鹿接下来3年的作品。双引号，也有人担心，离开欢娱后，如果资源没有明显提升，那这次选择是否真的值得？双引号，我觉得这些质疑其实都很正常，因为任何一次重大转折都需要时间验证。今天没有人能够100%断定结果，真正的答案只能交给未来。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次成年人之间的告别。有人把这件事看成商业合作结束，有人把它理解为艺人与公司的分离，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种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尊重。人生其实也是这样，并不是每一段关系
都必须走到白头。有的人陪你走一程，有的人陪你走10年。时间到了，就挥挥手，不用互相亏欠，不用互相指责，感谢彼此曾经出现，然后继续向前。这样的结束并不遗憾，反而是一种成熟。白鹿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离开欢娱不意味着终点，相反，这只是新的起点。未来它能否继续保持电视剧市场的竞争力？是否会挑战电影？是否能够冲击更多主流奖项？是否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团队体系？这些都值得期待。但比起资源，我更期待他未来能够拿出真正代表职业高度的作品。因为演员最终站稳脚跟，靠的从来不是公司，而是角色，是演技，更是时间。如果几年后回头再看今天，也许我们会发现，这次告别不是结束，而是白鹿职业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2次出发。最后，我想把问题留给大家：看到白鹿和平离开欢娱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你认为于正那句来去自由，不影响我爱他，是真情流露，还是成熟的公关表达？你觉得白鹿离开欢娱之后，事业会迎来新的高峰，还是会面临更大的挑战？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留在熟悉的平台继续稳定发展，还是勇敢走出去寻找新的机会？欢迎把你的观点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析娱乐圈人物、明星发展与行业趋势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你的每一次支持，都是我们持续创作优质内容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